大家晚上好，我们开始今天的直播。改周二读评了啊？没有，本来应该是周三的，但是因为明天要出去玩一下，所以就今天把评论读了。老范和小范的电脑黑神话测试跑了多少帧？560加3000啊，可以跑到90帧。我的黑神话买的是 PS5版本的，它没必要费这个劲啊。一直以为前几天的卖骨头前一阵的骨粉肠是一个新闻呢，你别吓唬我们啊！周二读评论了，对，这个是，正常应该是周三啊，只是明天要出去玩耍，所以今天把它读掉。坐等啊，这个马上开始啊，断更，这个明天的跟后天的都录了啊，然后我应该后天返回，所以礼拜五上午有可能会断更，然后礼拜五下午或者晚上的直播应该会继续吧。今天是周二，对啊，今天是周二啊，再不出去小范就该军训了，是的，所以要抓紧出去这个折腾一下了，啊，再不出去就晚了。然后，哎，我想想，我们好像还没有去发 Twitter，对，让我先去把推发了。对，走，然后我们的 Discord 群，好，我们继续。现在是老范读评8月13号这一期，正常的应该是8月14号，但是，因为明天有事，所以咱们这周就早一天开始老范读评。第一条，城镇化改革，有人讲了，说老范虽然是在中国，但是城里人不了解农村，农村也有合作医疗，一年380，起码在广东还是不错的。这事儿怎么说呢？第一个你说的对啊，就是我从来没有在农村生活过啊，从小生下来就是个城市人。第二个事情呢，是一年380，你可以问一问你周围的农村人有多少人交了，对吧？到底是这个比例是如何啊？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个，交完380以后，到底可以享受什么样的待遇啊？然后呢，你再说这个事儿是不是不错？你像我在城里面，一年各种的医疗保险一个月应该是500多，对吧？然后我一年要交5000多的医疗保险，那么我享受的待遇跟他享受的待遇是一样的吗？如果是一样的话，那我就不干了，对吧？我一年交好几千的医疗保险，然后他一年交380，然后大家享受的待遇一样啊，那么这个事儿到底怎么算不错法儿？这个可以再好好的研究一下啊。如果你觉得你懂农村的话，你觉得这就是已经不错了吗？再往后说，听家乡的干部说过，当年李克强想搞快一点城镇化，在山东很多地方试点了，就是强逼着农民上楼，就是拆迁的时候和分楼的时候，对积极和不积极的人区别对待，实在不听话的就强力执行。后来皇上不让搞了，这个事儿怎么说呢？呃，中国其实自古以来一直是这样啊。我记得原来这个王安石搞青苗法的时候，对吧？想的挺好的，但是呢，这个到下边执行的时候就直接逼死人了。对吧？就是很多的政策呢，好与坏，其实跟政策本身并没有那么大的关系，跟什么东西有关系呢？就是你的整个的执行的这个力度，以及执行各层级官员的素质，还有他们各自的这种诉求，跟这些事情是有关的。啊，你如果离开了这件事情，然后再去谈政策好与坏的话，其实没有任何意义啊。
中国很多的都是这样，就是你一层一层往下这个执行的时候，就会层层加码，最终呢，到民众面前的时候，未必会变成什么样当然，山东人上楼这个事儿，其实我以前遇到过啊，但是怎么说呢，是在比较早的时候了，在这个我想想在哪年，九几年的时候啊，当时是可能李鹏当没当上总理，我都不去，应该是李鹏是总理。然后特别有意思，我当时是在这个山东省全省的时候全省去装这个网络这个装这个地税局网络，然后呢就开始给他们盖房子，让这个农民上楼。然后呢，这个特别有意思，这个说一定要装一公共厕所，说为什么呢？说这在家里上厕所多脏啊，而且还有味儿，对吧？所以这个每一个小区必须要盖几个公共厕所。这个它反正就是时代的，它就这样呗。时代后来过了以后，大家就习惯在自己家里上厕所，在自己家里头洗澡了，对吧？你像以前还是有澡堂子，还有这个公共厕所，现在都这个不一样了啊。所以这个山东呢，反正就是这个执行中央的政策一般都比较快，然后看看他们到底是怎么个执行法就完了啊。这个很多都是跟官员执行有关。这个就是下面这些阿杂货，或者说下面这些沙批把老爷们制定的好好的政策给执行坏了，这个我们看很多政策其实都是这样，中国特色吧。我看看第一次看直播，周二的这个好吧，我们确实不常在周二直播这个，但是我们也经常突然直播，突然是这个突袭什么这种事儿干的还是蛮多的，对吧？这个昨天不还直播了一场吗？今天再直播一场。好，我们继续。在继续之前，好像晚饭吃完了没？忘了吃药了，咱们得把药吃了。对，这个你们经常看装药盒，很少看到吃药。嗯，好药吃成功了也不是吃成功了药吃完了。这个我们继续读评论。在上期读评的时候，有一位老兄给我回复了，说老范说的 Timo 肯定也有一些合规商家被错杀，被错杀的商家只能忍着，这一点 Timo 应该被批评啊。正规平台应该让商家有申诉渠道，如果确定被错杀，还要让商家补偿。而老范的意思是，被错杀的商家就是平台发展所付出的代价。天呀，这是已经没有正义公平了吗？这个事儿怎么说呢？我首先说这位朋友说的是对的就是按道理说呢，应该有一个申诉的渠道，可以让大家去申诉，对吧？可以让出了问题的或者说被错罚的商家呢，尽量的可以挽回损失，这个事儿本身没错但是呢，咱们首先就是前面讲的都是废话或者但是后边是真的。但是是什么呢？就是它是有成本的，对吧？我们讲的所有东西，就包括代价，所有这些东西都是成本的一部分。那么它的成本是什么？就是你需要有人去处理这些投诉，对吧？那么这个投诉可能量很大，而且呢，这个投诉的里头有大量的是胡搅蛮缠的人这个事儿是没有办法的。就是很多咱们也讲说这个，处理基层工作，难度很大，然后会有很多的这种奇奇怪怪的事情发生，对吧？那么你如果开始接受申诉的话，一定也会有这样的情况。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到底是不是可以把这个假货都处理干净，剩下都是真的？这个处理的过程需要多长的时间成本和这个
人员等等这些成本呢，它实际上是一个平衡的过程。就是很多人听我节目，其实听了很长时间了啊，因为咱们这个关注涨得这么慢，所以我相信可能大量都是老观众。那么在老观众的情况下的话，你们一定会记得我经常会讲的一个话，就是我们按工程的方式来思考问题。工程的方式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支付了多少成本，获得了多少收益，而我们所获得的收益是不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对吧？你看我讲的整个工程的过程里头，讲到公平正义了吗？我讲到绝对真货了吗？讲到绝对正确了吗？都没有讲到。我们讲到的是我们付出的成本与获得的收益，最终的衡量标准是什么？是不是可以接受，对吧？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一定会有错杀。那么它的这种申诉渠道未必是没有，可能是有的，只是呢，它会让错杀的比例降低一些，降低到他认为可以接受的这个程度就可以了。像苹果呀、谷歌呀这些有 App Store 的、有 Google Play 这样的这种平台，它也是有申诉通道的。但是你认为所有申诉的人都可以得到解决吗？有没有错杀的？一样有啊，对吧？大家在维持这个工程成本的情况下都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让整个的系统正常的往前走，啊，那么在这个过程中一定会有被错杀的，会有付出代价的。有些这个错杀了以后，你去申诉成功的处理了，有些呢可能申诉了以后没人理你。其实很多在谷歌、在苹果这个商店里边去申诉的人，大部分都没有人理他，对吧？因为他那个成本比咱这还高。你想他雇一个人多少钱，对吧？他去处理一个申诉多费劲。像我们以前干过一次这个事儿，什么呢？我以前供职的公司啊，他做的游戏被人抄袭了，然后我们向苹果投诉。苹果呢，其实对于这种抄袭游戏这个事情还是容忍度比较低的，然后他就赶快把对方的那个给人写了封邮件啊，说有人指责你们抄袭了。然后苹果是怎么处理这个事情的呢？苹果是不管的，他说让你们两边去吵，然后如果你们两边吵不明白，我就不下手管这事儿。然后对方就说啊，我这个地方是我自己做的，那个地方，然后我们就说啊，哪个地方你抄袭了，跟我是怎么一样的。然后对方就始终回，只要这个邮件一直在来回回复，苹果就不管你。后来我们后来找到苹果说，你到底怎么能够确认这个事儿？因为就很多这种抄袭的事情，它就是无限循环，就是你没法证明说，多这一点是抄袭，还是少那一点是抄袭。后来苹果说这样，你起诉他，你拿那个起诉书给我，我就给他下架。那最后没办法，我只能去起诉他，对吧？在这个之前他是不理你的，说你们没有吵明白之前，或者说，因为其实很多国外的这种游戏开发商，他会有这种羞耻感，就是你说，哎，你抄袭了，他们就会很羞愧的自己就下架了。但是中国人就是我明知道抄袭你了，然后我就来回的跟你去这个讨论，说我这个地方跟这儿一样的你说你这个地方是这个原创，我还找了一个比你更老的，然后人家也是我是参考他的，不是参考你的，反正就是大概我们来回的回了有这个几十封邮件以后最后没办法起诉他，对吧？然后拿着起诉书去，然后苹果说我先给他下架，下架完了等这个诉讼结束了以后再说，对吧？这个是可以的。谷歌好一点谷歌是什么呢？就是你是大的广告商，对吧？你是他的衣食父母的时候，谷歌会稍微的网开一面。它这个过程呢，也不是什么公平公正这个还是说谁有关系谁在那儿花的钱多，他冲着谁，对吧？这个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就是处理这种投诉处理申诉这个事情，不要想着那么绝对好人一定是有好报，坏人一定有恶报，什么不是这样的？就是大家都是用工程的方式来处理这个问题。再往后这个是我是一个高中老师，有次跟几个同学聊天，学生说他们从拼多多买的东西基本上不用花钱，还教给我要等商家发出货了以后再申请仅退款，完全没有羞耻心。孩子都被平台规则培养出了这么无耻的行为，挺可悲的。这个我也认可我还前面专门录了一期节目在讲这个事情，就是仅退款这个事情在腐蚀中国的中学生和大学生的道德，
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危险的，而且极其恶劣啊。这个事情我是专门录过节目来讲，完全赞同。但是呢，还是从回到工程的角度上来看这个事情，仅退款导致的学生道德败坏这个事情，这应该是拼多多负的责任吗？不应该，对吧？这个应该是政府负的责任，对吧？应该是法律负的责任。那么他也没有办法，他被仅退款这个事情也在薅羊毛，对吧？然后拼多多处理仅退款的事情怎么处理呢？他是这样，就是说给每一个买家，就是你去买东西的人去打分儿。然后呢，他认为说符合某一定的这种就是数学规律的人啊，或者你套到哪个数学模型里的人，你应该是这个偶然的啊，这个确实买错了，你要仅退款一次啊。但是呢，如果超出了这个数学模型以上的部分啊，那你就是恶意仅退款，他会直接封你的账号啊，或者给你一定的处罚，然后不允许你申请仅退款，他会给你做这样的处理。他也会尽量的让仅退款呢，在这个就是他自己的平台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但你说在这个过程中是不是有学生道德被损害了呢？一定会有啊，一定会有。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对于拼多多来说，他需要负的责任就是让他整个的平台能够继续运转下去啊，这个结果是可接受的就完事儿了。至于哪一个具体的个人说，哎，他因为使用仅退款啊，道德被腐蚀了，这个事儿你是没法去承担这种责任的，对吧？就跟吸烟有害健康啊，那你说我们把所有卖烟的都干掉，对吧？这个骑摩托车啊，容易出交通事故啊，我们就禁摩，对吧？骑自行车，这个前两天不还有这个爸爸带着儿子去骑自行车，结果这个儿子给压死了，等我们以后把自行车也禁了，你能这么干吗？你不能这么干，对吧？所以大家还是要在这个平衡的范围内去处理这个问题。你包括像美国、欧洲很多的法律，它其实也是这样的，就是它不可能说我一刀切下去以后，然后我们就这个天下太平了，就这个清朗行动了，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对吧？它也是说我们让这个损害在一个整个社会可以承受的范围内，而不是对于每一个个人，对吧？这个所以大家一定要搞清楚啊。再往后还是上期读评里头说有个逻辑不怎么懂啊。如果美国人都拿哮喘当理由通过的话，其他国家的选手不就也可以吗？啊，这个讲的应该是奥运会这个大家去抵抗兴奋剂这个事儿，对吧？这个美国代表团大概600多人啊，这个奥运代表团，然后有400多人是哮喘，这个也很有趣。就是什么呢？嗯，这个反正是他玩过火，有点玩过火了啊。其实呢，这个案例呢，跟我们刚才讲的这种工程化处理的方式很像。什么意思呢？有一个漏洞啊，这个漏洞是哮喘可以不用去检测哮喘病的这个药品里头的兴奋剂成分，对吧？那么美国的运动员就靠这个方式去申请了免检。这个事情呢，通常是什么呢？就是如果只有少部分人有哮喘，那么它这个就可以存在，就是这个规则可以一直留下去。但是呢，如果某一次奥运会或者这种大型比赛突然出现这种一个国家600人、400多人都去申请这个事情，它就属于玩脱了。那玩脱了以后会怎么办呢？他们会修改规则啊。那么修改规则以后说，以后哮喘病人就不要来去参加这样的比赛了。或者说你就必须要停药或者什么样的，那么大家就要把这事吵明白，对吧？那么其他国家的人可能原来没有发现这个事情，或者没有想到有人竟然敢这么厚颜无耻的利用漏洞，大家可能都看上了，但是都觉得可能不太好意思，发现哎有人干了，那么干完了以后，再下一次就没有这个东西了啊！你不可能说，我们这一次这么干了，发现哎600多人里头有400多个哮喘，啊，然后呢，他们整成这样，然后这个游完泳上来脸都是紫的，没什么关系。那么其他人，看完了以后有样学样，下一回奥运会咱们再接着干，这个就肯定已经没有了，下一次肯定是把漏洞堵住了。这种漏洞只能用一次，或者呢，这个漏洞在这儿，所有人都看着说，哎，大家都别过分啊，
都差不太多就可以了，对吧？咱们就这个比如说一个队里头有600多人啊，那么里头可能有个10几20个有哮喘啊，这个事儿是可以的啊。但你如果这个一个队里600多人有400多人都是哮喘，那下一次大家就要看了。如果你不改这规则，那么以后这个可能我们就100%哮喘队就来参赛来了，对吧？那么上一次既然可以，那么下一次一定也可以啊。这个通常就是处理这种规则都是这样，就是哎出了事儿了我们就补一补，没出事儿就接着往前走，对吧？所以呢，这一次美国队这么干了，就没有下一次了。好啊，我们看看这大家留了什么样的评论下来啊？过了暑假会恢复周三吗？会啊，就是我只要没有这个出去玩的话，正常都是周三啊。这个祝老范全家旅游顺利、安全、开心，对，开心最重要。这个，我也来个梗啊，第一次看周二老范直播啊，这个我以后看来要经常在周二直播啊。范老师，你的 AI 小说收益如何了？还没开始写呢。这个最近在整一些其他的事情啊，如何看待 Adobe 的官司？没太注意啊，最近 Adobe 在跟谁打官司？这个周二直播别忘了点赞，对，周二直播别忘了点赞。我看看，申诉这个事情不能怪平台，问题在于市场的法律规范。是，确实如此。我记得是这样啊，就是这2天也是刷抖音嘛，因为我要旅游，就很多人给我刷了很多的旅游相关的这个视频回来，然后特别是很多到欧洲，特别不是那么发达的欧洲国家去的这些人，他们讲的一句话是什么？就这里没有假货，对吧？这个怎么说呢？其实是我们一个选择了。如果彻底没有假货，那么它的交易会变得更顺畅，所有人在交易的过程中会没有焦虑、没有挫败感，对吧？那么大家会敞开的去交易。但是呢，你去把所有假货都处理掉这个过程，其实也是需要巨大的成本，对吧？而且我其实个人，怎么说呢，并不是特别认可假货这种说法，就是我比较喜欢的说的是，就是不同质量水平的白牌货啊，这个是假货，一般是叫假冒别人商标或者别人的这个品牌的货叫假货，对吧？这个事儿是假货。那么在中国呢，就属于是大家会，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尝试过啊，就是白牌的情况下，或者说大家都不是知名品牌的情况下，然后我们把各种质量的货都造出来，然后让大家去在市场上进行竞争和淘汰，这是咱们喜欢玩的事情。这个到底哪一种方式更好，其实没有一个定论了。这个虽然工程至上不是最完美，但是确实是最可行。它有的时候不叫最可行吧，叫唯一可行方式。其实大家最后采用的都是工程方式。你像任何国家、任何平台，最后实际上都是工程方式解决问题，就没有说哪一个平台说我可以把100%的好人都筛出来，把100%的坏人都干掉，这个成本实在太高了，我告诉你。你做的内容很有意思，感谢。抄袭游戏玩法能算是抄袭吗？这个事儿呢，是从法律角度上说不算啊，因为玩法本身是不受知识产权保护的。这个，因为我原来专门做过专利啊，所有的游戏玩法都不受知识产权保护。但是呢，游戏的版权一般是怎么来确立的呢？就是你的这个画风、你的文字，然后你的各种的这种美术素材，这个东西是受法律保护的。而且你可以在出游戏的同时呢，把这些东西呢申请成这个著作权啊，申请成一些这种比如说图书啊或者什么这样的东西。然后当他抄袭的时候呢，就会有问题啊。但是当时抄袭我们这个游戏的公司呢，不光是抄游戏，连广告都抄，对吧？他把我们比如说当时找了一个会计拍的一个广告，就真人拍的，
因为我们那个会计是个波兰小姑娘，白人，对吧？黄头发，她拍了一个游戏广告了以后，大家就很开心，是吧？这个一个白人小姑娘在玩我们游戏，对吧？然后她就把那个广告也抄过去了啊，就一模一样的拿我们的广告放了一遍，放完了以后呢，跳转到她的游戏上去，就是她这种就是很奇葩的事情都干。来了点赞啊！昨天 AI 那期看不懂，哈哈，这个好吧。所以我看昨天那期的这个播放量也是很低啊，到现在可能都播的不到1000次，也是非常悲惨啊。不过无所谓了，这个也是给大家看看有感兴趣的，对吧？想去研究一下这个 AI 工具的啊，去玩一玩。这个不感兴趣的就把它忽略掉就好了，没问题的。这个一个大学生可以买200单，仅退款才行，就几单有啥意思啊？这个，是这个怎么说呢？反正我觉得仅退款对于整个的，学生的这种道德水平还是有很大伤害的。现在我已经教育我儿子说不要去搞这个事情，对吧？这个如果仅退款了以后，对吧？对他个人诚信是有伤害的。主要是这些小孩家里的钱卡得太死，穷生奸计，富长良心，钱包里面的钱够还这样，就是道德问题了。这个我倒不太认可啊。这个穷人家里头呢，也有这个道德高尚的人啊，这个富人家里也有为富不仁的人。这个怎么说呢？穷有穷的志气。这个不如去 B 站，我这种节目去 B 站会被人骂死的。像昨天做的直播，就是讲这个大运河这期直播，好多人在下头骂说这个这个还是有粉红的啊。仅退款在激发人性之恶，人性是靠不住的，应该规范制度，防止这种事情。我觉得仅退款本身这个制度是 OK 的，但是呢，应该是对这个就是仅退款的额度呢进行更好的这种识别啊，这个才是好的。现在是什么情况呢？就是这个如果商家比如说遇到仅退款了，他们可以去起诉这个卖家，比如说买家，比如说谁买了他们家东西仅退款，然后拼多多也支持了啊，然后呢，商家就会起诉这个，就是如果东西是便宜无所谓，东西贵的话他就起诉，然后起诉了以后呢，拼多多会去约谈商家，给他降权，给他去封号，这个事儿其实是比较恶心的事情，对吧？这个如果说你商家愿意起诉，你就去起诉，我也不管你，对吧？或者说我还支持你啊，帮你一起去维权，这个我觉得才是拼多多真正该干的事情。哮喘那个应该是麻黄碱吧？啊，抑制神经反射的啊，这个我就不太懂了，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哮喘，也没吃过类似这种药。我觉得如果规则和处罚都是模糊的才是可怕的。如果能明确规则，你在规则里面玩，以后发现问题把漏洞补上和处罚，这是可以的，但至少有监督和纠错的机制。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规则是不可能事无巨细的，这事儿是大家一定要注意。但是规则肯定是要明确一些更好了。但是任何的规则呢，大家都会去把它的边缘摸清楚，对吧？这个你没有摸清楚，就属于规则利用的不到位啊，所以这个一定会有差异。至于说规则把漏洞补上和处罚呢，这个里边有一个点你没有讲到，叫既往不咎啊，或者叫法不及过往。这个倒查30年也是一种非常破坏规则的方式。当然应该有监督和这个纠错的机制啊，这个事儿是 OK 的。你比如像西方这些法院里面，它也是这样的啊，或者说他们的这个议会也是这样，就是当发生了有一些规则有问题的时候，他们会修改法律，但是修改的过程呢，其实也是一个大家博弈的过程，对吧？最终还是用一个工程妥协的方式制定出新的法律来。电商平台的规则基本上就是一个月一个玩法，人要是没事干就会不断研究这些新花样。电商平台的规则一个月一个新玩法呢，我觉得还是慢了啊，他们还是更快一些的。然后另外一个呢，人不是没事干才会研究这个玩意儿，大家都是在赚钱，对吧？甭管电商平台还是上面的商家，
都是在赚钱，没有人跟钱过不去。电商平台也是想着我怎么能多赚一点钱，对吧？然后商家也是想着我怎么能多赚一点钱，这个谁闲着没事干改这玩意儿？关于哮喘啊，老范是体育看的少了，哮喘，属于游泳传统，好几十年了，是吗？就是游泳运动员很多都哮喘吗？其实我一直感觉哮喘这种病，就是你游泳的时候是不是，你喘不过来？因为我本身游泳不好啊，我到游泳池里头就可能会喘的自己就喘不上来了。他如果直接有哮喘的话，你去游泳，他是不是直接就挂在里边了？这个，这个我就不懂了啊，这个确实不懂。但是另外一个呢，美国600多人的代表团里，不可能有400多人都是游泳运动员吧？对吧？这个到底是谁不懂啊？啊，那么他这个600多人里头有400多个哮喘，那么到底有多少是游泳的？然后剩下那些哮喘的是干嘛的？我就不知道了啊，因为我并没有仔细去看这个名单。反正现在是愈演愈烈了啊。像美国零元购也是在纵容，看起来很人性化。对啊，哈里斯不是讲了吗？说如果他当选的话，零元购的标准是从$900涨到$1500，还是涨到$1700，对吧？他也在改这玩意儿，对吧？咱们看看拼多多的，大家都觉得，哎呀，这个怎么这么无耻啊？怎么这么不公平、不公正？咱们看看零元购的规则，这个我觉得这个提的很好啊。以后再有人跟我讲这个叫什么呢？跟我讲这个仅退款，我就跟他们讲零元购，对吧？这个呃，它就是一种工程的实施方式啊。日本人、法国人、德国人在不同的时期，都搞了很多的仿制品啊，这个事儿是，包括美国人啊，也都搞仿制品，就是最开始玩仿制品的呢，实际上是英国人，啊，这个因为他第一个工业化嘛，然后第二个呢是这个德国人，啊，他是在1战前突然这个工业就起来了，然后是美国人啊，然后是日本人，啊，这个法国人其实我还真不太了解啊，可能也干过，意大利人什么都干过这个事儿。但这个事儿呢是这样，我们呢不能因为以前人家干过，所以我们现在干这个事儿就合情合理啊，千万不要这么想这个问题。怎么说呢？就跟很多人说，哎，你中国人权有问题，然后咱说美国人你100年前还屠杀过印第安人呢，对吧？或者200年前，这个事儿呢，一旦陷入到这个循环里头，等于永远就不可能做正确的事情了，对吧？那么只要人家200年前屠杀过印第安人啊，而且这个事儿已经成为历史，大家都认了，对吧？那么是不是以后任何人都可以去破坏人权，都可以去比烂啊，都可以做更烂的事情？啊，而因为啊，大家都干过啊，这个你干过啊，我就干的时候你就不许说我，这个事儿是本身没有任何道理的啊。范老师，你说美国奥运代表团600多人中有400多个申请了哮喘药物豁免，这个消息是俄罗斯放出来的，完全是假消息。你没有核实过吗？啊，就当事实说了。呃，这个事情到底是真假消息、假消息，我确实没核实啊。但是，国内现在这个各个媒体平台上都在这么讲。啊，至于到底他们有多少个哮喘啊，回头可以去研究一下啊，这个你可以去核实一下。啊，至于这个消息到底是不是俄罗斯放出来的，反正你也就这么一说，对吧？这个咱们都当真的，都当假的去听都无所谓啊。所以说，换皮游戏相对还好，素材都不改，确实是太狠了。但是换皮游戏呢，一般像苹果举报，就是像苹果举报，像谷歌举报呢，现在还是可以处理的，因为换皮游戏有的时候它里的包是有大量代码雷同的。啊，但是如果人家确实就是重新做的游戏，只是跟你玩法很像的话，确实举证起来会很麻烦。来了，点个赞啊！挂后台换衣服跑步去，好样的。这个哮喘可以合法服用提高心肺供氧量的药物，但是吃了这些药以后，就真的能去游泳吗？我真的觉得哮喘真的不太适合去游泳啊。老范好啊，真心第一次看直播，好吧？Victor 孙啊，这个名字好像确实是第一次看到。你们国那种环境什么意思？老弱病残人士该怎么办呢？没看懂这讲的是哪段啊？
你还别说，仅退款和零元购的性质还真是一样的。是的，这个我觉得前面那位朋友给我提的这个醒儿很好啊，这个还是可以好好的去研究一下。菲尔普斯23块金牌，从小哮喘，退役后哮喘康复，这种嘲弄全世界智商的事情，我也不知道怎么成为潜规则的。这个是不是也是假消息啊？是不是也是俄罗斯人放出来的假消息？对吧？这个你核实了吗？对吧？就出来说，对吧？我刚被人指责了。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其实是这样啊，就是每一个人只愿意相信自己想相信的部分，其他的其实没有什么意义，真的假的其实意义没有那么大。无产阶级穷人被称为低端人口，这个咱们讲到这儿了吗？只有简中媒体天天造谣传谣，400多人哮喘豁免，自己花点钱时间查一下，看看到底咋回事儿。这个，那你告诉我，这个美国代表团到底有多少人哮喘，对吧？你给我一具体的数，你别告诉我只有简中媒体，这种人最讨厌了，对吧？你又说不出正确的答案来，然后天天说别人在这造谣，烦死了。你去查一下国际奥委会，你说，哎，哪个网站上有一个官方文件，国际奥委会到底有多少人？这个就是美国这个奥运代表团到底有多少人哮喘？然后都是谁，对吧？都是什么情况？法国网红服装品牌1周1个新品，好慢。这个你看看申印一天有几个新品？聊聊棋手下跪的事儿吧。我感觉棋手竞争已经很激烈了啊，就不该雇佣女棋手，因为这些女棋手在送货时被店家、保安和客户欺负，平台根本保护不了这些女棋手，还不如不雇佣啊。这个事儿呢，这几天确实闹得很大啊，但是怎么说呢？我觉得是这样啊，这个首先辟谣了，说是骑手是男的啊，这是第一件事儿，不是女的。第二个事儿是什么呢？就是你不能因为这个事情剥夺女性参加工作的权利吧，对吧？这也是他们参加工作，然后谋取个人收益的一个权利。你说，如果因为我们没法很好的保护他们，我们就不招聘女员工的话，那这个算不算性别歧视呢？啊，这是第二个问题。然后第三个问题呢，现在棋手呢，其实已经成为了一个极大的不稳定因素，因为人数非常多，然后年纪也很轻，而且真的是无产者，对吧？无产者呢，就是属于是这个社会不稳定因素嘛，他等于没有任何可以失去的东西而且这些人呢，骑着电瓶车四处乱跑，对吧？又可以快速聚集，我觉得现在在这样的一个时代里头吧，就是还是应该更好的处理好这些人的问题，否则的话，有可能会造成更大的一些事故出来啊。这个事儿是要去思考的，并不是说只有今天有人欺负骑手，前面被欺负的人多了，对吧？卡车司机天天被欺负，对吧？有卡车司机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直接在高速公路上吃耗子药、吃农药自杀的都有，对吧？然后有卡车司机到人家那个蒙牛的仓库里给人送牛奶，最后扣他一大堆钱，然后说你为什么说蒙牛的牛奶这个破损了，而且整个验货过程不是他当着他面验的，只是告诉你最后是破损了多少，直接扣他钱。说那你扣了我的钱，你能不能把破损的牛奶给我，我自己把它喝了行不行？还不行，我就是扣你钱，一点商量没有。对吧？这些事情为什么原来没闹出来？因为他们人少，对吧？而且是一个一个的个例。但是现在骑手呢，就是外卖骑手是满街的跑，每一个城市里面都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人。那么他们现在又是日子过得不那么好。你以为他们真的愿意去做外卖骑手吗？又都每个人憋着一肚子火。那么出了这样的事情，那么就容易造成很大的这种社会的动荡吧，或者说一些问题这个事儿是非常危险的。至于说这个事情本身，就是基层的一些小矛盾嘛，对吧？底下这个保安素质也不是很高，然后这个骑手可能这个处理的，比如说也有违规的地方，他到底是把车停在哪儿了，对吧？都是有这样的问题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出来以后，再加上什么呢？政府本身也不作为，就是让这个矛盾在基层去激化，对吧？那么我觉得这个事情真正应该考虑的是，
政府应该动起来啊，因为这是一个巨大的不稳定因素，应该如何去进行这块管控，它不是一个别的事情啊。其他的事情的话啊，你可以去说抹个稀泥啊，让矛盾在基层去激化，但这个事儿是不行的啊，这个应该好好的去处理一下，哪怕说哎，我们今天就把这保安开了，然后呢给这个整个的楼或者什么的给一个巨大的处罚，让这个骑手把这个气儿出了，对吧？那也可以，这事儿也算过了。那么以后我们等于以此为例啊，任何人你要再去为难这些骑手，因为前头还有打人的，对吧？有那个把这骑手直接打死在街上的都有，对吧？这个事情只是在杭州啊，他们现在闹起来了，大家觉得要怎么样？因为前面这个事儿太多了，对吧？因为这些保安本身就是素质极差的一帮人啊，这个你想什么人能去做这个保安？这个都是开发商、物业的关系户可以去做这个事情。他本身得到这个职位，能够去巡守这一个楼盘，跟他个人的素质，跟他整个那个安保公司的素质一点关系都没有啊。然后在这个情况下，他就要作威作福，就要来搞这些事情，对吧？所以这个事儿是非常非常讨厌的一个事情。新公司想自己搞机器人视觉啊，看了一下都是基于 OpenCV 之类的开源项目，感觉是本地公司骗美国总部项目资金和股东的投资。我觉得不如过一两年直接买现成的产品和，或者是技术自己做集成。不知道老范的投资经验怎么看？顺便问一下老范有没有什么 VS Code 和 GitHub 整合开源项目开发的教程？一直都想做点简单的单一开发啊，如果公司项目上马，就硬着头皮搞几年。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 OpenCV 呢，肯定属于是太早期的项目了，对吧？这个是在 TensorFlow 那一期的这个 AI 之前搞的这个东西，就是玩大数据、玩 TensorFlow 之前，大家是做 OpenCV 的。这个应该是在2000几年啊，国内当时的一些这种做机器视觉的人啊，当时去做，因为我们当时有一个团队就干这个。然后呢，到2010年以后呢，基本上都是大数据了。对吧？然后到现在的话，基本上都是基于大模型的，就是在 TensorFlow 之后又再往前走了一步了，啊，所以这个，我不知道你刚才讲这个 OpenCV 做项目去骗美国总部的钱，这个我觉得有点太夸张了啊，现在应该已经至少过了2、3代这个技术了，啊，至于 VS Code 和 GitHub 的话，我觉得没必要去整教程，你还是要有需求，你没有需求，其实任何教程都没有意义啊。直播赶上了啊，感谢。老年人、身心障碍者，重病患没有完善的制度啊，他们该怎么办？这个你问我吗？大城市是男的找对象难，还是女的难？这个我不知道，这个头像是个女士吧？不知道你是男是女啊？这个，怎么说呢？北京、上海都是大龄剩女大堆啊，然后这个叫什么呢？这个叫做谁呢？这个农村都是老光棍啊，这个，所以你自己去想。菲尔普斯小时候有哮喘，成年之前就已经治好了。菲尔普斯比赛期间也只吃过3片，加巴喷丁啊，这都是明确记录的。包括贝克汉姆这些，都是小时候患有哮喘。好吧，这个反正你们大家去把这事儿吵明白啊。这个我已经不知道了啊，这个到底这个哮喘这事怎么回事啊？如果我没有看到这个明确的说美国人到底有多少哮喘人去参加奥运会这个事情啊，那我就还是认为600个队员里头有400个哮喘啊。继续这个边听边洗碗啊，这个是好丈夫。如果你聊的内容不经过基本的核实，毫无意义。对啊，这个频道叫老范讲故事啊，我又不给你讲课，你给我交钱了吗？对吧？你如果说你一定要听经过事实核查的内容，请离开啊，也只能这么讲了。
咱们讲的是故事，告诉你就是我的内容是不经过核实的啊，我只是讲我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就可以了。太漠视生命了啊！这个谁不是这样？仅退款和零元购是两回事，一个是市场层面，一个是国家层面，一个是经济，一个是政治啊，其实差不太多啊，差不太多。这个别搞高科技了啊！前天换电视，把后面的墙弄了个洞，想想找人补一下，后来觉得补了也不太好看，就刷了一面墙。好家伙，一个油漆工是直接是1200澳币，天哪！这钱赚的我都想去刷墙了。所以像他们好多那个西方人都是自己装修的呀，自己铺地板，自己刷墙，自己搞这个事情。对吧？你看这个人也不愿意自己查啊，说你去查呀，你去查呀，啊，这个人很无聊啊。就是我呢，呃，也很清楚的讲清楚啊，就是说我自己的数据并没有经过核实，然后呢，如果你有核实过的数据告诉我，我会刊物，我会承认错误，这个没问题啊。但是呢，对于这种烂人啊，上来说你去查，你去查呀，然后你怎么有这个不查，太不负责任了啊，就请离开就好了。骑手同一套制服啊，还特团结啊，团结呢倒没有那么团结，只是呢，就是大家过得都不好，对吧？大家都憋着一口气。这个我又来捧场了啊，欢迎欢迎，点赞。这个骑手之前搞过一个工会，然后被整治了，但是人群还在那里，早晚是对他这个是非常不稳定的因素。什么时候起义啊？这个，哎呀，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真闹了呢，就会有这个替罪羊出来被杀啊，这个没什么好说的。第29次，我天，这个昨天看到你第28次了啊，你慢慢数着，你可以把前面直播都看了一下，现在有200多次直播了。这个社会矛盾太多，人太多，现在用关老爷的那套东西管理不太好使，哎，现在实际上就是关老爷也躺平了。因为女性劳动者被欺负而剥夺女性参加工作的权利，马克思不瞑目，这事儿不就是风控时期的这个路径依赖吗？交出去的权很难收回来的。是的，据悉当天在那个区域的骑手都被美团封号了，因为算恶意群体性事件，所以要严打。现在美团出来辟谣说我没有封闭过任何人的账号，对吧？然后呢，现在是所有人不接这个地区的单子，因为对于美团来说，他手里头应该有，我估计他应该有几十万，甚至可能更多的这种骑手队伍在他手里面，所以国家对他肯定也是非常严格的管理，他也怕出事儿，对吧？因为这个真的出了事儿以后，国家可能会对他封号了，对吧？这个事儿很麻烦的。美团一旦封号了以后，就真的没意思了啊。这个给哮喘洗地的可以歇歇了。我儿子是真过敏性哮喘，我家有药啊，服用了，心肺血管扩张，供氧量大增，对于大量有氧的项目训练和恢复有巨大帮助。我自己试过，效果明显，运动量上去了也不喘了，可以突破你的心肺极限，把你的肌肉锻炼的上一个档次。哟啊，这个看来是但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刚才这位朋友呢说我的数据不对这个事儿呢，就是我肯定承认啊，这个数我没核实过，对吧？我呢是人云亦云，这个事儿首先咱们承认啊，我绝不会拍着胸脯说我说的就是对的，但是呢，我希望任何想去这个指责我错误的人呢，就是你们告诉我一个正确答案，然后让我来去这个好好的刊物一把，对吧？就是我说错了我会认。之前日本角川集团被黑客弄那一次，一样开会解决不了问题，呃，传统管理已经这个适应不了新时代了啊。这个但是它是这样，就是很多管理方式会不断的自我演进吧。小区保全、地方公安局高官，都有股东啊，干股一出事儿，特警马上到啊，这个我觉得这么想就有点太阴谋论了啊。
但是呢，为什么特警会马上到呢？就是这个高官怕的不是说他们家的生意怎么样，他们只怕一件事儿，他们怕就是维稳不利，这个事儿是不行的。因为这个美团骑手聚集这个事情肯定是巨大的安全隐患这个没什么好说的。今晚居然碰上怼人了倒也没有，就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我这个人反正有点小脾气吧，上来说，哎，你不懂这个事儿呢，我就比较讨厌。其实有好多事儿我真的不懂，但是呢，这个不懂我知道，不需要你告诉我。就是如果你知道正确答案，你告诉我正确答案呢，我会感激你。但是上来说你不懂，然后呢，这个在指责说你咋不去查呀？这种，后来我说你咋不去查呀？对吧？上来说你自己查去，这个就属于比较无赖了啊。今天有事儿来晚了没事没事，感谢收听。这个谁主张谁举证嘛？对上来说你搞错了，那你就告诉我正确在哪儿我明天去天津然后后天回来，所以我是这样明天后天的节目实际上我都录完了如果是会员的话，就已经可以看到明天后天的节目了。这个这个礼拜五的节目呢，我还没录呢所以礼拜五上午有可能断更，然后礼拜五我应该会有时间准备直播，后边的话应该会照常前进，但是也有可能会稍微的这个断一点，因为最近也在逐渐的去调整自己的这个状态吧。但是我觉得天气渐凉所以我的整个的身体状态已经变好一些了。呃，再呼吁点赞吧，200多人这个好吧，200多人，大家想赞就赞吧，这个能怎么办呢？去日本旅游没有这个在国内先转转，因为让孩子自己去订房子嘛，让他自己订车票、订房子。这个欢迎新会员的加入这个边打博德之门边听直播，哎呀，这个博德之门我实在是没耐心大概3、4年前，外卖小哥搞过一个骑士联盟，没过多长时间，那个盟主就被抓起来判了1、2年的刑期。是的，中国最怕的是组织这个事儿是非常可怕的。近日这个苹果推出 AI 产品 Apple Intelligence，这个 OPPO 的刘作虎也表示，OPPO 国际版的手机将正式接入谷歌最新的 AI 大模型 Gemini。这个怎么看？手机内置 AI 这种趋势会是噱头吗？这个我觉得这就是趋势，没什么好说的，大家都会去做这个中国也会做，外国也会做。国内的其实，华为手机里头装的是那个叫盘古模型，然后，小米手机里头装的也是有一个小米自己家的模型都会装。这个未来没有大模型的手机肯定就没法跑所以真正大家需要担心的就是苹果的 Apple Intelligence 在中国怎么落地，这个是所有人都在看它的笑话。10多年前毕业回国实习，进某大厂实习3个月，门口的保安人称小警察，据说都是高管，老家亲戚一个比一个凶，上班像监狱劳改，结束直接告诉大家坚决不回国上班。这个事儿也不能这么想，其实我在比如说谷歌，就是美国旧金山这个 Mountain View。谷歌的园区里头，谷歌的保安也挺凶的，就是那些黑人壮汉，对吧？开着个小电瓶车在里边转悠。然后那个 Facebook 的保安，就是他们叫安保人员吧，然后都挺凶的，对吧？这个，但是我相信他是有一套规则，就是他一旦越过规则之后，他可能会受到极其严厉的处罚，对吧？这个就是他不像国内这个完全没规矩这个有替罪羊就找替罪羊实在找不到替罪羊就强制让你遗忘这个也可以了。好，这个有这个朋友查了查询了 WADA 的官方网站，发现从2010年到2018年的5届夏季和冬季奥运会中，共有应该是20139名运动员获得了2062枚奖牌。但获得药物豁免的人仅有181人，比例不足0.9%。此外，2024年7月26日，这个 WADA 发布了一项关于
奥运会这个药物豁免的研究报告，研究显示，在参加第四届嘛，不应该是我忘了多少届啊，这个无所谓啊。奥运会的28583名运动员中啊，药物豁免的总患病率是0.9%。而在4届残奥会上，残奥会我觉得无所谓了。我看看啊，0.9是多少呢？2万多人，应该就是200多人吧，200多人。嗯，这个，但是我觉得你还是要给我一个完整的数据，就是美国队到底有多少个人获得了药物豁免，对吧？这个事儿你要告诉我，这个而不是说这个按他讲的就是在2024年的7月26号，嗯，7月26号是当前这一期奥运会吗？这个第四届，为什么是第四届呢？这数是怎么算的？这个你是抄的网页还是手打的呢？这个28583，也就是应该有可能有250人吧，是有药物豁免。那这250人都是美国队的呀，还是哪个队的呀？对吧？这个数它就给的很模糊嘛。但是呢，这样的情况，比如说美国队有400多人里头有这个哮喘这个事儿呢，它就有问题了啊。那这个数跟它这个对不上了啊。那么我决定啊，以后我们不再去讲这个600多人的这个美国队有400多人得哮喘这个事儿了啊。我们要承认错误。这个 Freedom Cook 啊，他查了数据了，我们还是要承认这个事儿了。虽然我自己没去查，但是我就相信你了。对吧？但是呢，这个里头这个250个这个药物豁免的人是不是都在美国队还是在哪个队？咱们不知道，啊，这个我们是不是这个数据解答的很完整，对吧？这个你去查这个东西啊，我是感谢你的，这个没有任何好说的，咱们一定要认这个事儿。又有一位新会员，非常感谢。这个数据表明，奥运会精英运动员的药物豁免比例通常低于1%啊。每届奥运会的药物豁免人数一般不超过100人，但是你看刚才你给的那个数，这个我算错了吗？28583人的1%的话，应该是285，对吧？然后呢，你如果是0.9%的话，我觉得可能就是240、250这样的一个人数，应该是这样的啊。所以你这个通常这个数说的是不对的。儿童时期感冒后，大多数会得哮喘。但是国内好像没怎么听说，我儿子小时候也经常感冒，反正有哮喘的，但是就是大家会比较小心去防治它吧。有喘以后就会更加会喘，这个到成年以后免疫力提高了，就会不喘了啊。这个因为我对哮喘是确实不了解，因为我自己也没有，家里也没有人得这个东西。东京奥运会这个，这个我是知道，就是这个中国运动员确实是阳性的很多，这个我是知道，特别是游泳队，这个食物污染啊，因为这一次咱们等于被针对了嘛，就是这个巴黎奥运会，就是中国人的这个尿检和什么的这个，就是特别游泳队尿检特别频繁。这个怎么说呢？其实我一直觉得是这样，就是药这个东西也是你用到一定量以上，或者没有代谢出去，它就会被检出来啊，或者一些比较旧的药就会被检出来。最后大家是这个最后比赛说谁的这个药研究的更先进啊，谁的用药的这个方法更先进，然后让它检不出来，而不是说谁不用药啊。你要告诉我哪个地方不用药这个事儿，我是不信的啊。当然，你特别穷的国家可能不用啊，但是这种大国肯定都用。骑手大多数都是底层啊，赚点辛苦钱，都是抱团取暖这种情况，要是再让他们赚不到钱的话，治安情况更严峻了。是的，现在他们这个事儿是很麻烦啊。其实现在很多保安都是被外包的，真出了什么事情就是临时工。是的，大家都不负责任呗。那些骑手看着辛苦可怜，如果是开车的，
就知道他们有多可恶了啊！这个我是天秤座，天秤座的这个口头禅是什么？大家知道吗？叫可怜之人必有其可恨之处。所以呢，不要再想这种事儿。往后一来啊，这种群体就解决不了，想太多了。WADA 的这个数据官网有详细的数据，这个我肯定是没空去看了。这个呢，我以后也不会去看啊。但是呢，以后我再说错了呢，也欢迎有愿意去较真查的人呢，给我一个具体查过的数据啊。这个，我接受什么样的批评，就是你告诉我数据是什么。你看刚才你把那个数据拿出来啊，我就认认真真把它读一遍，对吧？然后接受这个你的这个建议啊，然后我们把这改了，这个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上来说你查去啊，你怎么可以不查呢？啊，这种人我会怼他的啊。这个建议一般人慎用哮喘药啊，我朋友哮喘用药都比较谨慎。这个啊，哮喘还有依赖性，用药有依赖性，这个我就真不懂了啊，这个不了解。吵架应该上叉儿啊，这个叉儿吵起来太累啊，还是这边比较开心。你们只能打字，我可以骂人，这个单方面吵架，对吧？评论是自由聊天啊，没有人认为谁是真理啊，要看真理去看新闻频道啊，这个新闻联播绝对真理啊，从来不错任何事情。这个老范也没搞饭圈那套很好啊，这个但是来这儿吵架就算了啊，不，这个东西这样，就是说你如果知道正确答案，我很欢迎你告诉我，这个是真的啊，咱们一定要讲清楚。但是如果你说我也懒得查，说你怎么可以不查呢？你怎么可以这个不做这个功课呢？这个我就告诉你，我就不做，对吧？我只能是根据自己看到的信息，根据自己的理解，然后把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讲出来啊。其他的，你说我被骗了啊，那这个事儿，你告诉我什么是正确的，我承认就完事儿了。这届中国运动员确实是被针对了啊，主要原因是上一届东京检测的阳性太多，可能是因为疫情原因。哎，东京奥运会是疫情之前吧？没办法深入调查，这个我就不了解了。直播不是 PTT 啊，反中就请不要来 YouTube 和这个主播吵架好不好啊？这个无所谓，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这个怎么说呢？就是有正确的数据你告诉我，我就认，对吧？这个你看刚才这个他给出数据来了，我也认，对吧？200几十个人啊是这个药物免检的，咱们认，这个没有任何问题。至于说这个人家不愿意公布，那这个你也不能说我就错了嘛，对吧？咱们只能说美国队可能没有这个400多个这个哮喘，但是也没准人家有些哮喘并没有申请这个药物免检呢，对吧？所以这个事情你也不能说我就错了，对吧？这个你也没有证据说这个人家这个美国队就没有400多个哮喘，对吧？你也没法说这个250个哮喘250个这个药物免检是不是都在美国队，咱都没法说，对吧？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你也别说我错了，对吧？这个但是呢，你给出正确数据的，我就是承认啊，这事儿是对的，这个咱们一定要认。聊聊河南刀女法官的事儿吧，不知道啊，这个不太了解这个事儿。同款的国产手机，欧版比国行贵很多。本来想买欧版小米，国行3000，那边6000，差这么多钱啊！这个还不如你就老实买谷歌，买苹果啊，别买这些东西。欧版贵是因为被倒爷中间商差价，这个不了解啊，我没买过那边的东西。4届不是第4届，哎，我还是没看懂4届是什么意思。这个待会儿在评论的时候给我讲清楚啊！笑了，我给你数据，你说要具体的我没法给你。那250个都是美国的，也不是400个啊。对，不，这个呢，你看啊，你给的部分我肯定承认啊，这个一定要认。然后呢，也感谢啊，非常感谢，你帮我去查数据了，这个事儿我是认的，但是我的整个的工作状态它就是这样，就是这个四处看看完了以后呢，我说出来的东西呢，如果合你心意呢，这个事儿就是对的啊，如果不合你心意呢，就是道听途说。你给我的数据，然后呢，这个我一般认为它是对的啊，这个没有问题，我相信你，对吧？但是如果下一个人说你错了啊，这个数据不是这样的，因为这个WADA的网站毕竟不是我自己查的，对吧？是你替我们查的，那我也道听途说了，我就信你的不就完了吗？
对吧？这个也只能如此了。你这个话让老范看到，这个他说的什么？这没什么好感想。服药数据是运动员隐私啊，根本不可能公布。哎，这挺好的呀。那我们也申请就好了呗。这个事儿怎么说呢？那就申请呗。这个美国的小孩哮喘很普遍，和环境过于干净和花粉多有关。医生一般建议打针啊，或者养狗，好吧？这个我觉得美国哮喘比中国多这个事儿，我倒是觉得可能是这样的啊，因为中国其实好多的时候他不承认你是哮喘，而且呢，美国确实干净和花粉多，因为很多在国内不过敏的人到美国以后会过敏，这个事儿是真的。至于养狗这个事儿，我觉得比较奇怪啊。记得说药检这事儿是黑盒测试，运动员、教练员是不知道新的药检禁药是什么，就怕你知道了什么是禁药，然后用不在列表里的药啊。这个事儿，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它没法太黑盒，它不像是高考出题似的，对吧？总是有研究药物的前沿，而这些前沿通常在美国。不要试图在短短的一个聊天里边改变别人的主观看法。对啊，不，这个事儿呢，我觉得我改变不了什么。这个，就是我的状态也就是这样，就是你也不可能改变我的工作方式，对吧？说我以后所有的数据呢都这个查清楚了再告诉你，这个不是我的工作方式啊。这个比如说像 Jeff 的科技视角，他们是喜欢查数据的，我呢就只能是道听途说跟大家扯淡啊聊天啊，这个他就是这么个状态。然后呢，任何人说，哎，我查了数据，这数是这样的，我都虚心接受啊。这个我可能这点比有一些博主还强一些啊。有些博主会拍着胸脯说我说的就是对的啊，任何人反对我都是傻子啊。这个咱们不会啊。我会怼哪种人呢？就是上来说，哎，你怎么可以不认真呢啊？这种人我是不喜欢的。这个咱们就侃大山，随便聊聊，不要那么的认真。哎，对，这个是，就是我记得我在刚开播的头一年吧，我会回复所有的评论，然后所有人说，哎呀，这个范老师，我从你这儿学到东西了，我都会回复说，啊，开心最重要啊，这个咱们当故事听啊，别太认真啊。最近呢，因为这个回复的人多了一些呢，我就没有办法回复所有人的评论，对吧？这个但是宗旨不变啊，开心最重要，大家当故事听啊。如果哪儿说错了，欢迎指正啊，这个是 OK 的。当然上来说你不懂啊，你不认真，然后呢不告诉我正确答案，这个就让我比较恼火。我觉得奥运会离我们太远了啊，还是唠唠家常啊，这个也挺好的，孩子上学呀，对，这个是挺好的。偷师案这个没什么好聊的，太恶心啊！一言不合又直播了啊，这个大家晚上好啊，这个不是一言不合，我们只是把这个周三的直播挪到周二了，所以明天晚上没有直播啊。虽然禁药清单是公开的，但是具体检测方法，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对的，就跟高考出题之前不能告诉你似的。我的国行小米没事的时候就把它刷欧版的，但是以后据说是不让刷了，但我具体没有看那个新闻，好像小米是把这个路锁死了。一直用谷歌的这个，好吧，我其实我还是比较喜欢苹果，呃，求同存异吧，和而不同啊，是这个感冒到医院或者自己在家做雾化，都是用治疗哮喘的，好吧？我还没太看懂啊，就是你感冒去医院怎么就治疗哮喘了？闪频不行啊，什么意思？我还以为今天星期三呢啊，没想到才星期二啊，笑容消失了，想着快可以到礼拜五了，是不是？这个的确没有找到新闻提到美国或者任何队的哮喘数据。翻了翻 Twitter 和 Facebook，我也倾向于认为400多个这个数据是不可信的。国内这个声音很响啊，这个，但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如果没法去批这个谣呢，你也不能说我没找到这个事儿，它就是一定是假的啊。这个我们看看这个数怎么出来的吧。其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这个事情到这里也就可以了。美国可能我觉得刚才那个朋友说的特别好，就是美国认定的哮喘的比例或者人数比国内多，我觉得这个解释我是可以接受的。就是美国可能就是稍微有一点什么问题，他都认为你是哮喘，但是这种可能在国内他不认为你是哮喘。就是你比如美国这些运动员有很多在小的时候有过哮喘病史或者什么这个事情，我觉得这个可能性都是有啊。就是
这些人未必是服了这个药，然后去躲避药检或者什么样的，对吧？我告诉你，没有任何谣言是白来的，对吧？它都是会有一些出处的。这个小米手机现在底层就是谷歌框架，对，是小米是直接可以打开的，没有任何问题。这个奥运会这种事情，我个人的看法是有乐趣就去看啊，没啥感觉就别干。对，这个爱国这个事儿我是比较讨厌的啊。小米刷机 root 权限需要申请和考试，还考试吗？这个反正没太了解这个事儿啊。雾化三连会把会用布地奈德啊也用于哮喘，这就不是那么了解了。对于哮喘这个事儿，我们就到这儿吧。好，我们继续读评啊，好多评论没读呢，这都1个多小时了，咱得抓紧了啊。这个反网络不正当竞争法这一条，有司向来最厉害的就是能把最好的意愿转换为最坏的操作，因为习惯了人治而不是法治，所以一放就乱，一管就死是常态，最后肯定是一地鸡毛啊。这个事情其实我们前面讲过了，就是很多政策很好，但是你到具体执行的时候，这个就没法说了。再往后啊 ，Figure 02，机器人肯定看特斯拉呀，有 FSD 和老马死磕精神，值得信赖。这件事儿呢，我倒不这么认为啊，因为现在的机器人核心其实是大模型，而在大模型这一块呢，我觉得 OpenAI 跑的还是要比 FSD 要快一些的。啊，有了大模型以后，其实所有硬件的部分，华强北啊，或者是珠三角，应该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容易搞定的啊。再往后说这个机器人的关键产业链还真不在中国，高端的传感器、减速器等零件产业掌握在日本、欧洲和美国手里，低端的机器人零件产业掌握在台湾手里，芯片就更不用说了，中国可能就是造个壳子，连 Figure 02这种型号多层纤维皮肤都造不出来。这个呢，我觉得你有点太妄自菲薄了吧。第一个呢，中国在很多高端电机这一块已经做得很好了，很多机器人电机现在国内都可以做。前2天还有一个机器人的项目来找到我说想跟我们一起去直播啊，这个他们去准备去了，过一段时间可能会跟大家看这个机器人的直播。他们其实主要就是造电机的，就是各种机器人公司都买他们家电机，他们是属于那种低速高扭矩电机，它不需要上减速器，直接就上电机，然后大家就买他们家电机去用。对吧？然后他们卖电机已经可以盈利了，然后他们现在自己也开始造机器人，对吧？然后呢，其他的传感器呢，其实因为我原来是见过这种，就是很多传感器相关的企业我都走访过，对吧？在国内大量的传感器咱都是可以自己做的，对吧？苹果做的用的摄像头好多还都是在中国用的呢，你的传感器比他那还好吗？这个就不用再去讲这个事儿了啊。至于说其他的这种这个零部件啊什么的啊，它呢其实不是在台湾手里头啊，是在台企的手里面，但是他们在造还是在中国大陆造，对吧？就跟这个台积电似的啊，台积电是很多在台湾啊，富士康啊，富士康你说你让他上台湾去组装 iPhone 去，别扯了，对吧？他那个成本高的，他会吓死他的，所以他只能在大陆造，就是他会在台企手里边在大陆造啊，而且这些企业呢。经过这么多年的运作以后，现在大陆的很多企业也追上来了。至于芯片的话是这样，7纳米以下的芯片啊，现在这个华为麒麟9000这个呢，我们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啊，到现在为止没有一个定论。但是呢，这个14纳米的芯片国内是可以造的，而且咱们国内的产量呢，应该已经是全世界可能大部分都是咱们这儿造的，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啊。至于说这个碳纤维皮肤这件事儿的话，你看看那个什么碳纤维车架、碳纤维鱼竿、碳纤维的什么这些东西，实际上也都在中国造。因为造碳纤维这个事儿啊，我印象里啊，但这个事儿我不太记得了啊。印象里造碳纤维的过程其实是挺污染的，所以呢，就是他们好多这种发达国家，他不愿意在自己国家造这个东西呢，又有一定的技术要求，所以这个玩意儿基本上都是在中国造的。这个可不知道是不是回答的很清楚。再往后啊，说不太理解，感觉硬件 prototype 也就是原型没有什么意义吧，软件才是难突破的地方，再然后才是量产。现在
都还是硬件 prototype，而且看创始人过去的经历 ，Figure 会不会可能是一个骗局呢？这个事儿是这样啊，就是你这个 prototype 肯定是要出的这个原型，对吧？你不出原型，这个你怎么弄呢？软件呢，现在确实是关键啊，量产的事情，我觉得最终肯定还是中国人给它造，这个没什么好说的。而且这个 prototype 本身非常重要啊，这个我是认的。至于是不是骗局呢，也确实像啊，因为他这个创始人原来做的几个项目，也都骗了很多钱，但是最后也没太做出来，对吧？他上一个项目就是现在还在运作的项目是做那个城市内的那种，就是好像是4旋翼还是几旋翼的那种电动飞机，这种东西到底最后能不能飞，或者是怎么个用法这个不确定啊，但是也是骗了很多钱。而且这个创始人，因为在讲 Figure 01的时候讲过这个创始人的经历，他是学经济的还是学什么的？他不是工程师，他跟马斯克不一样，马斯克是美国工程院的院士啊，他是个大工程师。这个 Figure 01的那个创始人是学这种，反正是个文科生吧，就是像我们这种工程师或者程序员，会相对的说啊，那是个文科生啊，就干这种事情，对吧？那么在这个过程中呢，这个事情最终是不是靠谱不确定啊，是有可能是个骗局。而且很多东西是这样，就是你最后做出来就不是，做不出来就是，它这个东西没有一定之规啊。我看看这边还有什么啊，这个这个看过了啊，小米手机。国内人到美国基本1-2年后会开始过敏，这个好像确实是这样。这个包括好多到欧洲去加拿大的人也会过敏啊，还包括一些去日本的人也会过敏。这个现在我过敏这个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其实我也搞不太懂啊。这个米 UI，一个是 BL 还是什么，和新的版本号有验证啊，可以买一些出厂是米 UI 的设备。新版本的问题，我记得好像是可以刷老版本解决，这个我就不在这儿研究怎么刷机的事情了啊。搞小米不如搞三星啊，这个国行的谷歌框架是阉割版，没有，就是你在小米商店里，你装了谷歌商店以后，它会自己慢慢更新的。今儿读屏，明天就不读了，对，明天就不读了。三星会影响钱包支付，后面有麻烦。没用过三星手机啊，其实我很早用过，但是后来就再也不用了。我的小米平板手动打开谷歌框架，就没必要刷机了。是的，但是你虽然打开谷歌框架了，但是你的小米平板里头也依然是有反诈 APP 的啊。国行 Play 是可以更新的，对啊，这个不是国行 Play，就是你国行可以下 Play 啊，这个事儿还是谷歌的 Play。米 UI 为什么要刷街？真不是谷歌框架的原因啊，这个是跟谷歌框架没关系。这个哮喘这个问题，如果是真的，Fox 这种右翼的媒体会迅速的播上去，尤其是大选前期，巴不得这种丑闻给自己提高收视率呢。但这个呢，都属于逻辑推理了。对，是这样吧？我的什么啊？这个我们不再研究手机的事情了，点赞点赞，感谢。然后呢，我们做传感器很牛逼的，这个网络段子用阵列雷达做农田虫害防治。事实上，因为物联网兴起，传感器市场体量极大，有很多优秀的公司，只不过在高端和软件算法部分确实比不上欧美。这个你看你有多高端了。咱们现在能做出这个 Vision Pro 来，就是苹果的 Vision Pro，那个上面有这么多传感器，我不认为它机器人身上用到的传感器会比 Vision Pro 更复杂。Vision Pro 的国产化率大概90%几，哎，我忘了啊，具体是多少，这个咱们讲清楚。可以更新 APP，对，苹果它那个 Play 自己也更新，这个更新的没有问题的。用国行谷歌框架的是屏蔽谷歌手机备份的，其实没事啊，只是它有时候可能备份不成功，还是可以备份的。三星
电脑上下一个这个我们不研究刷机的事情了啊。国内各种仓储、物流机器人、物美价廉，加上国内激进的营销，之前做仓储的时候完全理解国外的恐慌和各种意识形态的打压。如果开放竞争，国外很多公司都无法生存，这个我是信的。今天怎么这个因为明天没法直播，所以就把明天的挪到今天了啊，就是这样的。好，我们继续。英特尔要倒下了吗？有人说了，我第一台电脑是 Win95啊，是95年左右啊，一台1万多486，5寸软盘加真式打印机。后来打印机没用过几次，打的第一款游戏好像叫《笑傲江湖》，花了10块钱还是多少，电脑城拷回来的。哎呀，这个为什么读这样的一条评论呢？满满的回忆啊！我的第一台电脑大概是93年还是九几年的啊，92年、93年的样子。也是1万多，然后现在想起来，当时父母真的挺不容易的，啊，当时我父亲大概一个月挣可能400-500块，还是也到不了1000块钱，我觉得，啊，大概我父母两个大概工资都是这样的一个状态，然后我花了1万多买了一台，当时我忘了是386还是486了啊，这个3寸、5寸的软驱都有，但是打印机我没买。啊，打印机没买，但是真式打印机我是卖过很多的啊，那个东西很烦，滋啦滋啦的，而且长时间不打那个墨带会干掉的。这个《笑傲江湖》我也打了，这个我不记得花过钱去买这个东西啊，就是稍微回忆杀一下啊。再往后啊，还是英特尔要倒下了啊。有一位朋友给我留言啊，作为英特尔的一名芯片工程师，这几天收到各方慰问。又听了老范节目和评论，五味杂陈，已经没想法了。想了也多余，只希望躲过这次裁员。我们2个项目继续折腾，再过几年准备退休了。这些年实在辛苦。这个就是做节目的一个乐趣啊。当然我们不是说把我们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啊，是什么呢？是这个，我想应该怎么讲这个事儿啊？应该是说，我做节目的时候呢，经常会遇到当事人啊。我记得我前面有一次讲这个，通用的那个无人驾驶汽车在洛杉矶跟这个警察发生了一些小的摩擦的时候，就有人上来给我留言，他说：“你好，我就是这个公司做这个无人驾驶汽车的工程师，我给你讲讲怎么回事儿。”哎，我就很开心啊。然后呢，我有一次讲这个马斯克收购 Twitter，然后怎么裁员，然后有一位朋友说：“哎，你好，我是 Twitter 刚被裁员的这个员工，我是你的会员啊，我们来去聊一聊。”甚至他后来跑到国内来，到北京，然后我们还喝了一次咖啡啊，见面去沟通了一下。啊，当然为了保护他的隐私呢，也没法跟大家讲具体聊了什么。就是我其实就是遇到很多这样的事情，就是在讲一个事情的时候呢，会遇到当事人啊上来讲，哎，我就是做这个事情的，对吧？前面我们去讲微软的时候，也有人讲，哎，我就是微软的，怎么回事对吧？也是挺好玩的一个事情。我在北京有时候去开这种网友线下见面会的时候，啊，也确实有微软的朋友来去参加过啊。他说我是微软的员工啊，然后这个也经常听节目，然后大家来去聊一聊，对吧？然后我有的时候去到一些学校或者去到一些什么地方，哎，他说我们都是你的会员，对吧？这个也挺好玩的啊。虽然我们只有5万多订阅，但是呢，这个因为我会员我们来看看是不是结了。这个结还可以啊，5万。嗯，
卡了，稍微等稍微查一下这个。好吧，我现在换了节点了，可能我们要稍微等它适应一下，才能看到是不是好了。然后，哎，我们刚才有2个，啊，这儿呢，稍微等一下啊。图像好了，我们已经恢复了，换了节点了，看看这边有什么评论。你看看啊，新上线的朋友一样诧异。对，今天就是调整一下啊。三星这个我们不去研究三星的事情了。真的想换手机，这个手机没必要那么大内存。我建议你换电脑的时候换个128G 的。没见过5寸的软驱，你见过8寸的软驱吗？我还用过8寸的呢。这个体验电脑很早啊，岁数老怎么办呢？这不小心暴露年龄了。1万多应该是586了啊，但这个是不停的时间点啊。早期386也上万。这个我第一台电脑是97年联想58613000，打印机、扫描仪全套。这个父母真是花了巨款，绝对的。486花了1万多，是94年差不多。这个我那个时代只见过小霸王啊，这个小霸王也算是一个时代的记忆吧。1万多块可以买套房子啊。但我觉得还是要感谢父母当时花了这么多钱给我买电脑啊。1万块应该还买不了房子。这个就不确定了。97年实达电脑啊，奔腾64兆内存，这个200G 硬盘，1.5万好像。对，这大家都在开始回忆杀。互联网精神共享交流，对，就是这样的。褪黑素有啥没吃过点儿，就是所有药相关的事就问大夫啊，千万别问我。这个突然卡了，是的，换 iPhone 吧。对，我也是建议大家换 iPhone 啊。疯了，卡了。对，现在房子那么贵啊，早买房子早自由了。你现在这有房子的人在该发愁卖不掉了啊。对，这个是刚才有一点点卡。是的，这个我们要快一点。声音正常了。对，93、94年只有486，是的。然后图像是换了这个什么就好了，换了节点就好了。所以一定要这个备2个节点库。这个肯定有收费的，这个没什么好说的。鸿蒙 Next 的会成功吗？不知道啊，没法做这种预测。有人说网号网证应对的是星链和 IPv6，跟他们没啥关系。这个到时候会死扛着不办上网证吗？我早办完了。我做那个录节目的时候就跟大家演示了怎么办这玩意儿。这个东西你扛它干嘛呀？对吧？8086、8088连软驱都没有，存数据是这个录音磁带。8086、8088我好像用过，286我也用过啊，这个我都用过。
网号跟 YPv6配套干嘛？这个其实不要太想这玩意儿了。对，我已经申请过了。这个网号网证还有什么厉害的地方啊？这个反正我们这种事儿怎么说呢？就是这样，就是你一个大的机构，然后你基层的层级很多，然后管理能力和水平又没有那么高的情况下，任何政策也就那么回事儿啊。这个好，我们继续。这个长城卫健军要做审计这一条啊，这个销售排行不能用实际挂牌来看吗？它呢现在是有两个，第一个是出货量，第二个叫上险量，对吧？这个上险量就是你真的把车买走了，然后把这个保险上上了，所以它是几个不同的数据，有不同的口径啊。然后呢，还有人说啊，你不要黑比亚迪，比亚迪是民族品牌，特斯拉只是废铁啊，我支持你啊，民族的小钢炮。啊，再往后啊，说有个屁用啊！当年中国摩托车统一越南市场，最后一地鸡毛，还是本田的天下。中国人自古扛着民族主义大旗，伤害中国人最狠。是的，这个我觉得都可以单独讲一期，就是中国摩托车是怎么在越南最后被玩废的，怎么能够占领人市场，然后最后再又把自己怎么给玩死的，啊，这件事情我觉得真的是好好可以讲一期。现在中国摩托车在越南市场基本上已经没有了啊，或者剩的非常非常少，所以这个完完全全是就是低价竞争的某一个特定的案例啊。我觉得这个等我回头稍微准备一下吧，跟大家讲一次这个故事。就我发现我经常会欠很多话题，就是哎，我这个故事想讲，然后过好长时间没讲；这个话题想讲，过好长时间没讲。前面是说这个叫山姆的故事啊，山姆的故事终于录完了啊，应该是大家明天后天能看到。对，好，我们继续啊，这个从互联网泡沫看 AIGC，有人说了啊，可以促进更多消费的内容就是好内容，可以让你看下去，可以让你消耗更多的时间，可以让你点击购买更多东西的这个内容就是好内容啊。抖音、拼多多，这前面这话是我说的啊，人家说你这话怎么能这么讲呢？对吧？抖音、拼多多产生的都是好内容吗？既然有 AI 了，为了节约人力成本，AI 产生抖音、拼多多的内容厉害了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呃，对于我们来说，你最终产生的内容的意义是要人去买，对吧？要人看看完要买了看，或者说我哪怕不买，对吧？我通过靠广告变现，可以让整个的平台运转起来。啊，你说我这内容特好啊，这个简直是好的没边了。但是呢，任何人都不爱看，没有任何人愿意看得下去。这个读不懂啊，这个读完了以后就直接犯困。那你这个内容就算是金玉良言，它又有什么意义呢？对于消费，对于整个的经济和社会的推动都没有任何意义，对吧？你不能说这个，你找一个人去念这个伟大领袖的什么什么思想和文件，这是最好的内容。对吧？但是你看看它有没有销售转化率，对吧？这个我觉得大家评价的标准不一样而已。好啊，让我们来看看这边还有什么评论。就是让你老老实实别乱说话。哎呀，这个就没有什么意义了。如果到时候真大面积办的话，不办你就是鹤立鸡群，就是这样的。286我用过，对，屏幕是橙色的，这个挺好玩的那东西，就是原来的这种叫做什么字符界面，对吧？我不上国内的 APP，我就不用办网证了吧？你不回国可以啊。这个我用过录音机当存储的这个电脑，我是用过磁带，但是录音机的那个我确实没怎么用过。王安石变法全国也没法推行，是的，就是青苗法嘛。青苗法实际上是什么意思？就是说在青苗上来的时候呢，他要向这个农民放贷款，然后呢，这个贷款的利息还相对来说比较低，但是呢，这个每一层下去了以后，就说你看这个虽然啊，这个王安石相爷给了这么低的这个贷款，
但是呢，每一层还要有辛苦费，然后那个贷款利息就变得越来越高，然后下去了以后呢，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高，啊，然后到下边说你还不借还不行，你说我这个今年钱够了，我不需要借，那不行，相爷给钱你敢不借，对吧？然后借完了以后还不上，那最后就只能什么呢？这个卖地啊，所以最后大家又变成了一个，通过王安石变法、青苗法下去剥夺土地的一种方法。所以呢，就是法律是什么样的，跟最终怎么执行的其实没什么关系。啊，这个有人说不用微信啊，东南亚都是看不到中国摩托车的，这个除了三蹦子，是，怎么看川普回归 Twitter？早就该回归了，对吧？这个你只要肉身在国内，就不可能不用国内 APP 啊。这个人家也许肉身不在国内呢。越南中国摩托车的案例很经典，恶性竞争导致全盘负面，这个真的是非常非常经典。善于挖坑啊，是不没他是这样，就是说你看我们思考的过程中，他也会这个不断的去有一些想法出来嘛。突然冒出一些博主说在说黑神话悟空优化不行，老范怎么看？这种事儿反正你先得玩上吧，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我应该问题我不确定啊，因为当时赛博朋克2077就是 PC 优化好了以后 PS5 优化不好，因为我买的是 PS5 版本的，我只关心是不是好玩啊，这个优化的事情再看，因为他们都是大厂出来的，我觉得优化应该不是什么特别大的问题。那还是申请吧，其实也无所谓，就是这样。关于网号网证，现在反正是躺平了，不怕开水烫。哎呀，这个事儿我觉得是这样，就是你们每一个人真正拿出去被人识别的证件，知道是什么吗？而且是每个人都每天出去被人识别，而且认的还非常准。这个东西叫脸，是吧？叫人脸识别。你每天出门都戴口罩吗？你如果说我每天出门都不戴口罩，或者我有个别时候会摘下口罩来，在有摄像头的时候我会把口罩摘下来，你就不要再去纠结什么网号网证的事了，早被人拍了无数遍了，对吧？可以看到书，老范今晚很放松，明天可以出去玩了。是的，儿子慢慢长大了，也可以做很多事情了，我很开心。啊，对，那充电宝很棒，这个他是用的安克的充电宝啊，在国内卖300多，在他那儿卖600多。我是一般用的都是紫米充电宝啊，这个就是小米家的。啊，明天去天津，也不走远了。青苗法最早是穷人银行啊，但是最后把穷人坑死了。网证网号暂停啊，对这个事儿没什么意思。对，这不就是传说中的老爷是青天啊，下面干活的狗腿子把一个经念歪了吗？对，就是这样的。啊，感觉如果不乱说，办不办网证也没啥区别，你还是办了吧。这个是不卡呀，我这挺好的。再善意的法律啊，遇到糟糕的人，是的，这个事儿咱们现在大的问题就是这样。安克我有一个，我原来买了好多安克，后来就不买了。这个1992到2012，中国的黄金20年。这个2012以后进入垃圾时，这倒没有，我觉得一直到2019年之前都还行，2018年、2019年之前都还行。这个人脸加步态识别是最恐怖的，现在步态识别还不太好做，但人脸真的是非常准。没卡，对，没卡。安克跟紫米充电宝好像有渊源，没有什么渊源啊，因为这两盆的就安克的人我不认识，但紫米的人我认识。这个儿子不小心把小姑娘肚子搞大了怎么办啊？那是你的问题了，我们家这个还比较老实啊，我们这个刚高考完了啊，准备去上大学了。好，我们继续。这个大基建，全国开挖大运河，这个有一个，第一个是说想靠大基建来拉动经济，不如多建养老院，发展养老行业。反正现在老人比年轻人有钱，养老设施，做好了以后，吸引全世界的人来养老，利用人力资源优势和互联网行业优势。同时大力训练一波养老机器人，内需外贸都有了，快递2-3天就能到达的时代，运河感觉像是个笑话，莫非真的是为战争做准备？这个怎么说呢？我觉得修一堆养老院还是有用的啊。
但是你说你修了养老院，老人有钱，再整一堆机器人，那年轻人不还是穷吗？这个我觉得大家需要再思考一下啊。至于运河这个事儿到底有没有用呢？看对谁说啊，这个不好说。像下边有一个朋友就说了，说没有运河，内陆做外贸太难了。从越南到广州的运费和东莞到广州一样，都是1200块，确实需要把河运搞起来。这个可能是在东莞做外贸的一位朋友，我没想到从东莞运到广东的东西有这么贵啊！从越南走水路，越南过来应该是走海运吧，它也不是走内河啊。内河的成本跟海运还是两回事，因为海运是可以靠一条很大的船一下把那个成本摊掉，内河其实你一条船里装不了那么多东西，而且内河的船比较小，对吧？你也没法去装什么集装箱、货柜啊什么这玩意儿，装进去的东西估计应该都是沙子呀什么这些玩意儿多一些。再往后啊，这个京杭大运河江苏段相当于5条京沪铁路。马都公说，国内河航运中国内河航运缺点是联运水平太低，中国的铁路货运黑货比例太高，可以把运煤矿石交给运河，这个铁路货运运快递，铁路快递风雨无阻，这个事儿怎么说呢？这个哎，好像马都公是不是在国内封号了？好像好长时间没看到了啊。他以前在国内折腾的时候还看过一下，后来好像已经好长时间没看到他的节目了。这个节目我是没有看过马都公具体怎么说了。中国的这个铁路也好，这个叫做河也好呢，就是真正效率比较低下的其实是铁路局和这个跟这个航运相关的各种政府管理机构。导致他们没有办法进行很好的市场化运作和竞争啊，所以呢，这个事情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啊。再往后，交通基础设施的收益有外部性，譬如修了高铁，沿线各地 GDP 房价都会涨啊，铁路公司亏损，运河也是一样啊，要综合看。但是基础线是大量的运费下降，因为时效性不可比拟。所以运力低，肯定就是整体效益有问题。投资拉动 GDP 的动机会扩大投资，但是部分运河应该是整体效益正向的。二，京台高速、京台铁路规划了几十年了，20多年前的交通规划白皮书里边就有了，而且编号都是001啊什么的，这个没啥奇怪的。过台湾海峡肯定是桥隧混合啊，中山隧道，中山通道，然后是港珠澳，还有渤海湾周边一些项目都是前戏。运煤还是运电，有个电力市场机制问题本地发电，本地 GDP，本地税收，所以地方有价值取向自己发电，只有电力市场重构才能改变。第四，工业化经济对基础设施的建设价值取向和去工业化或后工业化社会不一样。美国一直拆水坝，中国一直建水坝，发展阶段不同的一个主要原因之一。我觉得呢，这个就是这位朋友把2个多小时的这个直播看了，然后给了一些意见和建议吧，都是一些非常正确的话把它念出来跟大家一起共勉一下，挺好的，很专业啊，这个是我们比较喜欢的这个评论这个大基建全国开挖大运河这个再往后，为啥修水利还可以还地方债？不是应该欠更多债吗？这个事儿是这样，就是地方政府呢，你去找银行去借钱，银行没法借给你，你没有东西可抵押了，对吧？但是现在修水利等于有新的拨款下来，你有新的钱可以存到银行，然后又可以再以这个东西，或者包括一些新的水利实施的工程或者是一些在建公司的一些股份，你又可以抵押，又可以再借出新钱来了，它是这样来运转的。而且借出来以后呢，就会这个借新还旧它会去拆借一下。
好，再往后啊，这个是想不到会提到我们温哥华岛。20多年前就有日本公司提议修建桥梁连接温哥华，但是遭到大多数居民反对。大家觉得现状已经很好了，我们享受这种安逸缓慢的生活，不想太多人过来啊。这个事儿怎么说呢？我们只能说温哥华岛上的居民，这个缺乏大局观啊，这个没有想着怎么去把 GDP 搞上去。跟大家讲一故事吧。这个我记得，北京原来是有好多胡同里嘛，胡同就是住的这种叫大杂院啊，就是按照清朝规制修整的那个东西呢叫四合院，然后在四合院里再搭一大堆违章建筑，那个东西叫大杂院。然后呢，我以前有一个同学，就上大学的时候有一个同学住在里头，我们有一次去他们家玩，然后就跟我讲说那个当时北京呢开始装空调了啊，但是呢大杂院里的那个电啊，就是它电表啊、电箱都不够，所以这个电力公司就过来挨家问，说你们这院要不要这个改电表啊？要不要这个改线呀？改完了以后这个容量上升可以装空调啊，对吧？然后正好是白天来的，啊，白天呢这个年轻人都出去上班去了，一帮老头老太太在家。那老头老太太说：“装什么呀？这没过过苦日子吗？这夏天没有空调就不能过了吗？对吧？我们拿个扇子扇一扇不也挺好的吗？不需要改，改了还要交钱，而且改完了以后大家用电的费用都要上升，不许改，对吧？”然后这个用电公司的人就走了。然后等到年轻人晚上下班回来的时候都疯了，说怎么可以这样，对吧？这个所以呢，讲这故事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诉求，对吧？这个民主的方式呢，就相当于是我们征求大家的诉求，甭管这个诉求是有大局观还是没有大局观，是先进还是不先进，反正你们自己选择了你们的生活，你们接着过下去就完了，对吧？然后呢，就是刚才我们讲那大杂院后边就是等于一直就没有改电表，很长时间都没改，因为这个电力公司也是一批改完了以后，可能再过一批就不定什么时候了。然后那一段时间就是每天这个家里的年轻人跟老人就吵架，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呢？这么热天怎么就过不下去了？开空调就跳闸，对吧？那老年人说你们就没过过苦日子，什么就这个，对吧？当时是可有意思了这个事情，对吧？这个也算是给我们演示了一下民主的过程吧。啊，再往后啊，这个又有人给我刊物来了啊，这个我很欢迎刊物。这个有人说这个一个集装箱能装60吨吗？因为我们当时讲的一个集装箱能装60吨啊，因为我不知道，所以当时我就问老宋，我说老宋这个一个集装箱是多少？他说60吨，啊，这个其实是不对的啊。后来呢我就去查了一下，普通的箱呢是这个就是20英尺的箱啊，20英尺应该是半箱啊，20英尺标准箱，它呢自重大概是2.2吨到2.5吨。40英尺的标准箱就是那种长箱子呢，它的自重是3.8到4.2吨，然后40英尺的高箱，它有一种是比较高一点的，是4到4.5吨。然后装满了东西以后呢，20英尺的标准集装箱的最大的重量呢是这个24吨到28吨啊，这个因为它毕竟是装东西进去嘛，所以它的重量是不固定的。然后40英尺的标准箱是30到32吨啊，40英尺的高箱呢是30到32.5吨。这个呢，反正我们刊物啊，就是有人提出来了，我们就刊物一下。啊，他给我提的是，他觉得应该是20吨啊，但是这个20吨这个数也不对啊，应该是这个大概我觉得是30多吨吧，这个数是合理的。好，我们看看这边还有什么。说到天津，就想起 Tiny Fu 了，打游戏断更1个月了。啊，是吗？他在打什么游戏？没问他。嗯，生下来，哎，这个就不管了。安克之前是做代工和 OEM 的，后面自己做品牌。是这个，哎，安克反正他肯定是做过代工啊，我印象里是。你在百度搜索一个东西，第二天一大堆卖这个东西的人来找你，用网号登录可能就
没这些问题了，我觉得可能一时半会儿还解决不了这个问题啊。小范谈恋爱还没有。这个做大数据的应该知道网证能够实现低成本管理，是的。关于网证的事情，这个我是谈了一期危害啊，谈了一期技术，技术这期呢在公众频道里啊，危害这期呢在付费频道里。这个你们就知道我一般是怎么来处理这种问题了啊。有钱人不去养老院，对，有钱人有一帮孝子贤孙等着去继承财产的。出产国外和国内，国外明显利润高啊，为啥一些产品不出海？这个我不太理解你在讲哪一段啊？24年的出生率，据说和去年持平，但是去年龙年会红稀，对，今年我估计跌是正常的啊，因为结婚的数已经下降了，上半年少了50万对嘛。340万对还是300几十万对，也比去年少了接近50万对。那么今年可能整个结婚的人应该是不到800万对。老子米的人出去办库泰科了啊，单玩 PPS 和米系统快充啊，库泰科和紫米的充电宝挺不错的。库泰科回头看看，但是现在家里关键自己也不怎么出门了，所以用充电宝的机会少啊。明天的直播我也没有进行，每天都有上千多人在等我的直播。昨天晚上7岁小朋友把我的博美抱走了，这都是什么意思？这个跟我有关系吗？小李 TV， 这个我觉得如果把河拉到没水的地方还行。但是单纯是把弯曲的河打直纯水是自己，但是它确实运力会上升嘛。这个产品出海，明显价格更高啊，那利润大头都让国外经销商赚走了。这个产品出海有很多方式啊，这个以后有机会可以跟大家细讲。昨天晚上感谢看，这都是这是谁呀？小李 TV，你。这个中国的联运水平还低，公理公道说，中国物流水平全世界数一数二。你说的是公路运输和这个快递运输啊，但是你要看看铁路局，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王丽芬的优米网是卖给罗胖了吗？这个不太了解啊，对他们不了解。比一下老啊，我用过8088 20兆，这个我也用过。这个海铁联运其实运力并不低，现在主要是经济不好，量起不来啊。我觉得不是量起不来的问题，还是怎么说呢？就是铁路吧，你要想整一个车皮去运东西，挺费劲的。它不像卡车似的，咱们随便招个司机就拉走了，对吧？甚至还可以这个食用油跟煤油混装。这个铁路可麻烦了。那这个铁老大手里边这些车皮都是他们的这个权利啊。马都是个什么都懂的网红啊，内容还不如这个聊天呢。这个倒也不叫什么都懂啊，他反正讲的有些东西原来讲的也挺好玩的。我记得马都公，因为我是看过一些他的节目啊，就是我印象比较深的一期是这样的，就讲这个宗教。他说这个宗教就应该什么呢？就是所有的宗教人士都正常纳税。就是你不要给他任何的超国民待遇，他就雀媚了啊。然后呢，你也不要欺负他，你就让他像普通国民一样，就挺好。这个我觉得挺好玩的。已经有港商到县城盖养老院了，接的是香港的老人，又对本地服务啊，用城市养老金在香港啊，在县城里养老。其实我觉得这挺好的，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经济模式嘛。以后大概率会出现一批靠运河旅游的人，这个好吧，等着他修起来吧。马都公他们团队的小戴、陈独在油管上有号啊，他们还有个团队，对他们是，但是没看过啊。马都公做了一期关于郑州同杭淮河的一期节目，讲河南想往南发展。是的，那不适合这个
那不适合修运河的政府欠款怎么解决？再想其他办法嘛。叫办法总比问题多嘛。除了借新还旧，还有另外一个好处，新的工程是快钱，维护阶段的工程是慢钱。对，反正就是只要有工程，都是钱就可以赚起来了。然后现在改电表，该担心的是电表走得太快啊。对，最近是西安干的这个事情。我个人感觉不会啊，高铁的速度和效率还是可以满足很多客户的。对的。太讨厌老一辈没吃硬吃了啊，简直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啊！这是讲的哪一段？老人想 PUA 年轻人，哎呀，这个没法讲。60吨集装箱都要漏了，是的，这个第 N 次赶上直播了啊，这才是好同志呢嘛。这个是《华尔街日报》说，华为正在和字节跳动之类的大公司测试芯片，说可以对标 H100。不过我看有人说他们公司用过，还是有一些差距啊。这个是这样，就是说字节也好，360也好，都去给华为的升腾 910B 的那个芯片做过测试啊，都用过，也都买了一些，包括百度都买了一些，就是面子总还是要给的嘛。然后呢，这个芯片性能呢，都是训练性能和推理性能，它要分开算。推理性能其实 H100有一些是能够接近，甚至还有一些能超过的，比如像这个Groq 啊，GROQ 这个其实是可以超过的，但是呢，那种芯片是没法做训练，只能做推理。老宋说的好像是一车皮60吨，因为我问他是一集装箱60吨啊，这个所以人家来看物来嘛，我就赶快念一下。内贸货运粮食20尺，很多都装到30吨啊，但不会是60吨，那离谱。是的，刚看了一下国内讲 AI 自动驾驶的课程，里边提了一句，比亚迪公司的自动驾驶技术，部分还是不错的。这个讲师很会说话，这个关键不错，你没标准对吧？酷泰科699那款我已经换过一次了，质量没有安克的好。紫米的2500毫安的也换过一次，被大太阳晒得不工作了，花了199换了个新的啊，好吧。这个20尺不是半箱啊，这个集装箱吞吐量说的是标准箱，就是20尺算的。哎，就我们平时看到那个街上跑的那种，就是那个特长的卡车是40尺还是20尺？40尺或者45尺两个标准，是按照两个标准箱算的啊。我觉得集装箱卡车那个应该就是40尺的嘛。打游戏断更1个月，好放荡的灵魂，我喜欢。对，其实我也想打游戏断更1个月，这个但是怎么说呢，放不过自己啊。我其实前一段时间状态非常不好，就是连续更新又加上特别热啊，这个身体状态也不是特别好。现在我觉得天气凉快一点，这个状态好一点了。集装箱相关的内容可以问你啊，你本行要不要上直播啊？这个水运的运力上升，更重要的是要挖航道啊，吃水才更重要啊，这倒是，因为运河好像都比较平底船，都是比较浅的。铁路其实集装箱运力也不低的啊，我接触过，看来跟运输相关的可以找你。你要是这个鸡蛋灌饼，要是对于开直播感兴趣的话，我们可以来整一整。这个我之前的意思是，现在中国找人只需要照片即可。对，现在的人脸识别还是很强大的，铁路局吃拿卡要的因素在啊，但是对于整个的运力水平来说，并不存在根本上的影响。这个我倒不太同意啊。这个如果他吃拿卡要，你搞不到车皮的话，那肯定大家就去走公路了。一般的商品上不了铁路，没门没路的，对。民营根本上不去，都是国营在那上头跑来跑去的。罗宾去世啊，他的账号由他儿子继承，是真的吗？这个事情我还不知道呢，待会儿我去研究一下。这个雀妹应该念曲妹，是吗？反正我一直都念雀妹。马杜公他们写的小说，
临高启明啊，临高启明我看不下去，这种群穿文实在看着太累了啊。散货上车皮可能会有这方面的因素啊，但是集装箱是门到门的，一般不存在铁路扯皮的需求。不知道能不能装得上去就是了。一切养不起自己的大基建都是很难长久维持的，就像5G 晚上要关基站来省电啊，有这事儿吗？5G 晚上要关基站省电吗？这个我还第一次听说啊，我又道听途说了啊，同志们，我跟大家讲一下，我又道听途说了。有人讲了5G 到这个晚上要停机省电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真的？我没有去没有去验证啊。这个罗宾去世是真的假的啊？这个我不知道啊，这个事儿我也不知道。关于老范说铁路效率的问题，了解过一点，很多原因不是铁路局的问题，因为铁路承担了一些义务，比如农产品运输，这是优先的，但却是赚不了多少钱，因为每天有不少车皮运东西，在做计划的时候已经做好了，副省长，都改了啊，就是或者估计应该是副省长都改不了，是这样的，就是铁路叫铁老大嘛。就是呢，铁路如果能够老老实实的商业运营，我相信它的效率会更进一步提升的。现在整成这样，就是因为它离商业化太远。是要去英国吗？什么人？我还没去过英国。一个车能背一个45尺啊，或者2个啊，对，这个我觉得是合理的啊，这个是合理的，就是我确实见过一个车上挂2个小箱子的。AI 自动驾驶课程的老师是金牌讲师嘛？哎，那个金牌讲师据说这一次被那个遣送回国了。特长的是40米啊，40尺，标准的是20尺啊，这样讲。这个咱们不懂嘛，咱们就承认啊。老范喜欢模拟经营类游戏的话，有试过 P 社的游戏吗？感觉特别适合啊。这个我们听众群里好像有个 P 社的程序员，这个原来还跟我们讲过这个事情啊。但是 P 社的我打的很少啊，我其实比较喜欢的是这个几个游戏啊，一个是那个纪元1800啊，还有一个是叫做兵器时代。兵器时代应该到9月份出2嘛，我已经花钱买了，等着打。特别热是憋坏了啊，其实反正也是不太舒服吧。40不是特长，是普通啊，分20和40。这个你看你们自己还吵起来了。新华书店 C 位图书是否都下架了啊？没听说这事儿。罗宾怎么了？不知道。人脸识别和人脸比对还是区别很大的啊。这个只有照片属于人脸比对，这个其实没有啊，那个算法没有那么复杂，因为我们以前就从头做过这东西。现在车厢有专门给集装箱准备的啊，就是有集装箱车皮呗，就是那火车站应该有集装箱车皮。今天第一次赶上，点了赞就走了啊，没问题。我们这儿没有新华书店了啊，这个不知道啊。听电信的人说确实是这样，什么情况？集装箱车厢上的是一个平板和卡槽，对，就直接把它卡在里头就行了。这个罗宾昨天还发了社区动态，他的频道可没说有什么问题。你看，我们是不是又差点道听途说了啊？5G 就是个笑话，这个我就不知道了啊。这个铁路运输标准集装箱可以下层装一个40的标准箱，上层装一个45的高箱，啊，这样可以吗？这个不知道啊，这个咱不知道了。关闭基站的争议甚至直接捅上了财报发布会。在中国联通的2020年中财报发布会上，董事长王晓初回应称，此举在某个时间段做出的自动调整，在使用人数低于阈值时，5G 基站会关停减少能耗。啊，看来这事儿是个真的呀，这个晚上会把这个东西关掉哈。那行了，我们又把一个道听途说的事儿给坐实了哈。挺好挺好，看来中国电信、中国联通都干这个事儿。
有会员群，这个你到那个 Discord 群里叫我一声啊，然后我就给你拉进去。小范旅游去英国嘛，他去过啊，现在不去了。每次直播都看啊，欢迎。可以玩玩怪物猎人啊，明年也出新品。怪物猎人我是真打不进去，我怪物猎人还正儿八经在 Switch 上买了他们那个正式版，然后但实在是打不进去。我是个颜控啊，怪物猎人的那个画的不好看，装2层箱比较少啊，因为正常铁路线是限高的，我觉得是的。P 社钢铁雄心那家公司啊，这个里头人均甲级战犯，哎，这是什么故事？这个老范要知道啊，普通集装箱的高度也是有区别的，普箱是86啊，这个高箱是96。你们就给我普及这个，4G 速度跑不满，故意限速。哎，这个反正今年的5G，就是这几年5G 是做的比较奇怪吧。这个怪物猎人世界，我感觉我玩60小时没出新手村啊，这个没什么想法的这个东西。GPT 教的把妹。销售话术和这个心理学分析靠谱吗？靠谱，赶快上去试去吧，一定行，对吧？怪物猎人啊，我是第一次发现打怪比耕田还累啊，这个实在是没什么想。黑悟空买了啊，黑神话悟空买了，这个就等着开放了。联通是经常搞故障限速啊，这个好吧，没办法撞枪口上了啊，问到我本行了。这个下次咱们可以讲一次啊。限速是这个利润问题，对，实际上还是工程问题。对，好啊，我们还剩几个问题啊，我们把它读完。这个教培行业第二春，东方甄选和江小白都是江河日下的难兄难弟，这次操作就是2家合作骂战，大家都有流量了啊，这个其实真不是。正常是什么呢？就是如果是一个正常的直播公司，你讲错了就讲错了。啊，如果有人上来说，哎，你怎么搞错了，对吧？然后呢，应该什么样的？就是主播上来道歉，就像刚才我这样，哎，我对不起，我弄错了，我给大家道个歉，完事儿了，对吧？然后接着往前走，如果不依不饶，说我一定要跟你怎么样，那么大家就会去嘲笑这个不依不饶的公司，对吧？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但是像东方甄选这样，对吧？人家这边这个什么了啊？这个一说弄错了，然后马上就道歉，道歉完了以后。这个而且是公司道歉啊，公司道歉完了，这个江小白说我要继续追究，然后这个东方甄选那我来准备应诉，这个就属于传统公司，他们就不是玩直播的，对吧？你像我刚才整个的这个，比如说刚才跟大家怼这个朋友的这个过程，它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错了，人嘛，对不起，对这个事情我确实没查，对吧？那不就完事了吗？好啊，再往后。N+1的5年计划都是未来范畴里的啊。谷歌对 K12市场大小是这样用 AI 答复的：2019年中国 K12市场市值是7628亿人民币，相当于1000亿美金。2022年美国 K12市场是25.15亿美元。我天，这美国 K12市场好小啊，对吧？我们有1000亿美元，它才25亿美元。啊，至于有多少家长把自己当年要花没地方花的钱，这个顺带着也交了多少就不太好统计了。跟大家念这个呢，就是第一个，谷歌现在的 AI 回答还没有那么靠谱啊。就是你们有时候经常会发现我讲的东西不靠谱的原因是 AI 坑了我们大家。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虽然不靠谱，但是它的趋势一般是差不太多的。所以中国的 K12市场真的是比美国可能大了有好多倍啊，这个几十倍吧，这个很吓人。再往后啊，这个中外合作办学是个大盘子，我所知道的一个师范，单个专业1年学费4万，普通学生4000，在原先正常课程的基础上，合作国外院校的教授来上课，需要多修近20门课程。目前单一个年级就能收200人左右，一批新学生进来4年3200万，况且大学有4年源源不断的有新生啊，所有待遇与普通学生一致啊，毕业证也是写普通专业，其实就是给那些2本的学生花钱上1本的机会，
啊，低成本高回收啊，高回报。这个事儿是这样的，就是你像我儿子原来想去上那个北邮的那个玛丽女王学院，他呢学费是6万啊，然后普通的是6000，最后没上去嘛，差2分没上，对吧？所以现在去了北京科技大学，上的就是这种6000的学校了。然后呢，这个差异在什么地方呢？差异在于，第一个，它的学位证是两边都发。你如果说上了半天那边不发学位证，这事儿是不行的啊。一般是2个学校一起发学位证。然后呢，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它全英文上课啊，这个事儿还是挺好的一个事情啊。至于多修多少门课这个事儿，其实还好了。至于其他是不是都一致、待遇一致就不好说。一般住宿会好一点，吃的会好一点，可能这个上个1-2年以后，然后对外交流的机会会多一些吧。我觉得这些都还是划算的。就是像我，比如说，给我一个机会，然后1年多花10倍的钱，花个几万块钱，让孩子去上个中外合办，我还是愿意的。啊，当然中外合办肯定会降一点分了，对，它会比正常的这个招生要降一点点，但是呢，数量也没有那么多啊，这个就是跟中外合办相关的这个说明。因为我们这个刚填完志愿，刚录取完啊，所以这块还能跟大家稍微的闲扯一下。好啊，我来看看这边还有些什么啊，我们今天已经有点超时了。这个怪猎，你还真打怪猎，我是真打不了这个啊。这个8G 性能测试包，但是它就是 Steam 测试包啊，我是 PS5的，测不了这东西。P 社好啊，我领主的领主不是我的领主，我女儿的女儿不还是我女儿，这是什么故事啊？不太了解。今天啊，这个 Team 去2000人游戏公司体验，这是个有意思啊，一栋楼都是用来玩的，想太多了吧他。5G 晚上关停，类似路由器休眠，晚上可以可能会重启关机，早上再开机。5G 关停，估计是算法计算的啊，这个事儿好吧？53尺箱子是什么标准啊？这个不知道了。我以前加了一个游戏群，还有哥们儿是白金工作室的，卡普空原第4开发部解散后啊，成员组建的那个啊，这个挺好。据我了解，没有这种尺寸的箱子啊。你看，这是有专业的。第一次赶上直播啊，卡尔马克什，好吧，这个欢迎。美国 K12学习知识辅导，可能产业少，是不是 K12体育花费多？不知道啊，这个不确定。双减就是头疼医脚啊，这个我们就不去研究了。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然后明天没有直播了。礼拜五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有直播，然后礼拜六、礼拜天有可能休息啊，然后可能会稍微的断一断，让我稍微缓一缓。这个今天就到这里，大家早点休息，明天还要上班，我明天还要出去玩，再见，结束。